我坚信我没有过着十恶不赦的生活，对父母、太太、孩子付出了全部。我的人生得到了尊重，也得到了爱。我没有为追求个人利益伤害别人，总是想尽办法造福社会。但是那个结果居然是地狱。怎么会？为什么我会下地狱？他说，只有按照他的意愿生活的人才能去永恒之地，而不是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人。只因为我不信仰你就要被打入地狱？那这样的话，诚实善良的活着到底有什么用处？活着的时候行善传递爱又有什么作用？如果仅凭最后一刻的后悔就能得到永恒，就算做尽天下坏事也无所谓啊。他没有直接回答我，反而问我是否还记得杀生的次数。杀生？我发誓我没有做过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接着问道，是否计算过被我所夺去生命的数量，哪怕就一次？什么？他诉说着我的罪孽，为了生存杀害了多少生命，那是无法估算的天文数字。为了活下去而将其转化为食物而死去的动植物们，因为觉得恶心感到反感，或是偶然杀掉的生命们，甚至是病毒、细菌也都可以称之为生命。但是我不能接受，太牵强了，我觉得这太不像话了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为了生存也没有办法。他却说，按我说的，如果那是生命自然的循环及原理，危害其他生命来使自己生长，这才是所谓的天理。那能说我的人生和恶人有什么不同吗？诡辩，那根本就是诡辩。难道神是诡辩论者？为了生存下来才把生物当成食物，和单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别人，这两者怎么能混为一谈？被审判者啊，生存下去本身就是个为了自己利益着想的行为，是一种纯粹的自私表现。他说生命的所有行为都是纯粹为了自己的利益所做出的行动，甚至是我们所认知的善行也包含在内。也就是说，为了自我的满足，或是为了自己，亦或是社会保险之类的私心罢了。但若深入了解的话，鼓励、奖励的行为都是出自于他人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想要成为善行的受惠者而鼓励行善，不过是社会中另一种自私的表现罢了。所以善行或是爱之类的东西，怎么能用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呢？我无话可说。虽然很像歪理，但要仔细想的话，如果善与恶的标准不被人类所限定的话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也只不过是个为了生存下去而危害其他生命的自私的基因罢了。神说不定认为人类和其他生命的价值是同等的。是啊，凭什么只有你们人类是尊贵的，其他的都是低等的，都是一样的？我所创造的被造物者们为什么会觉得只有人类是特别的？这个才是人类的傲慢，不是吗？是啊，他说的没错，人类的傲慢造就了错误的信念，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神，而是原本便存在的神，说不定比我们所想的更加聪明，更加理智。我这么想，所以就决定放弃，接受了。最后，我想问一件事，若是这样，唯一能证明我是你信徒的那个条件，唯一能够进入永恒世界的那个条件，信仰凭什么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呢？这是为了能够提炼出最理想的种子。他说道。理想的意思是需要那些有着纯粹信仰的人吗？意思是在你的世界里只需要虔诚的求道者吗？是错觉吗？我好像看见他隐约露出的微笑。原来你没办法理解啊，愚蠢的存在。生命的使命是将最一开始的讯息装罐，再传给后世，这是所有被造物者存在的理由，也是生命的精髓。在最后一天，最自私也就是最理想的信徒们需要再次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时，他们将成为我的种子。什么？神并不是需要他的信徒？难道那只是我们的错觉吗？我们需要的并不是信仰，而是纯粹的私心。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些盼望、渴望自己能成为神的那贪欲的精髓。所以不信教者
才不被流放，而是轮回和进化。流放，那里是流放之地，关着那些顺从者的，把那些并未完成神的旨意的人永远隔离的。那样的话，那里就是原来如此。这才明白，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完全反映出他心中的乌托邦的理由，所存在的所有生命都像神的理由，都是因为我们只是他的本能被具体化的存在而已。这才顿悟的我，就像被勾了魂似的朝那边走去，为了在总会到来的末日那天成为他的一个工具，慢慢的走向了那个人们普遍称之为地狱的地方。无限轮回和重复痛苦、猜忌、嫉妒、厌恶、争吵、悲伤、愤怒和憎恶的地方是地狱的话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那个名字了。